爬升4000米，偏离航线已经到达来放层了。仪表盘共振，机体失衡，再这样下去，飞机就要坠毁了。香王，不好了，西南136信号消失了。什么？呼叫塔台3馆，西南1369仪表盘出现故障，机体不稳，请求支援，进行紧急迫降。不行，紧急迫降风险极大，若没有专业的领航员指挥，稍有不慎便是机毁人亡。燕强，燕强，听到我说话吗？燕强。所有人不要慌，听我命令，启动紧急条例1228，通知下辖所有塔台配合。另外，通知军方放开 SR 卫星权限。接下来，我们带西南1369回家。收到。收到。7号，通知东北拐899离开妖拐跑道。收到。华营，启动紧急救援警报。是。西南1369。马上下降3700，保持。西南1369收到。西南1369，向北加速300。江晚，这太冒险了！你现在已经是违规操作了，要是出现什么问题，听我的，时间来不及了。西南1369收到，已加速300。西南1369，直降3000。什么？直降3000？绝对不行，那可是雷暴区，快速直降会引起云层变动，要是错了什么事，全机200多名乘客的性命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身为空中管制员，我的责任是敬畏生命与职责，带所有航班回家。飞机上还有200多名乘客，我不能束手束脚，见死不救。相信我，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。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自己承担。西南1369，是否直降3000？是的，燕翔，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出事。收到。西南1369，迫降妖拐右，注意风切。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安全了！江晚，你不愧是层级专业的王牌飞行员，要不是为了照顾高彦翔，你留在这儿简直是屈才了。为了他，我心甘情愿。老公，辛苦了。江晚，你为什么向我传达错误指令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害死了全机200多人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故意向我传达错误指令，差点导致机毁人亡，害死飞机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。你问我什么意思？高彦翔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分明是江晚不顾一切救下了你们。你给我闭嘴！谁不知道你们姐妹俩是沆瀣一气？我耳机里亲耳听到的，难道会有错吗？不，燕翔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没有。燕翔，你相信我。婉婉，我知道你看不惯我和燕翔在一起工作，但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，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不能因为赌气就残害无辜的乘客呀。这次，即便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也不能再包庇你了，我必须要为无辜的乘客负责。不是这样子的。你这种人是怎么进的航空公司的？差点害死我们全家！就是打死这个贱人！打他！打死你！不要这样！就别老不要放过他！该死！被告人江晚违规操作，蓄意杀人，情节严重，判处终身监禁。燕翔，你来了。燕翔，你相信我，我那天没有想害你，我没有传错指令，
你相信我。我知道你没有错传指令。其实那天是我，不，是我们操作失误，导致飞机故障，机体部分。你不过就是我找的替罪羊罢了。对了，还有那些乘客，我本来呢是想煽动他们，直接把你当场打死的，但现在看来，结果更让我满意了。枉费你救了他们所有人的命，结果他们还要在法庭上指认你，真是可笑。唉，我的好姐妹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遗产，还有你的好老公。原来这才是真相！我居然为了一对狗男女落到如此地步！高彦翔、刘佳佳，如有来世，我定要你们不得好死！西南146起飞成功，一切正常。塔台收到，请回复。塔台收到，请回复。塔台收到，请回复。西南1369起飞成功，我不是死了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2025年6月14日，就是今天，我不惜违规强行介入指挥，救下了西南1369，结果却被那对狗男女诬陷，成了蓄意杀人的凶手，被乘客打残，最后病死医院。没想到老天有眼，居然让我重活一世。高彦翔、刘佳佳，上辈子你们加害给我的，这次我要10倍、100倍的还回去。江晚不会提前离开了吧？西南1369起飞成功，一切正常。塔台收到，请回复。收到。你今天怎么不跟我说一路平安呢？高机长，祝你一路平安。我就说嘛，只要是我的航班，他一定不会离开的。对了，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要找个机会弄个事故，再嫁祸给江晚就行了。不过黑匣子上传云端的数据怎么办？这个可是全程记录在案的。放心，我已经买通了数据接收员，只要一个短信，他就可以立马销毁数据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只要江晚没办法上诉，到时候就算公司查出来是个误，也为时已晚，反而他们会主动花钱封口，到时候我们还会大赚一笔。机长大人，你好坏呀！干什么？这在飞机上呢。关掉信号，开启自动驾驶不就好了？不行，这样会违反飞行条令的，很有可能会导致飞机故障。自动驾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你还怕什么？难道你不想体验一下在飞机上的感觉吗？我今天穿了黑丝了。你好骚啊！我要把这一幕记录下来，以后慢慢的欣赏。还在这看呢？你要是舍不得，你就跟他说2句贴心话呗。放心，我不会说失去的。我跟他可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呀，就是嘴硬，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还一直在这看。这辈子我只会亲眼看着他们自我毁灭。怎么回事？糟了，自动驾驶强行中断，飞机偏离了航线，我们爬升到雷暴层了。什么？你快想办法呀！我可不要死在这儿！
你哪次不是这么说？到最后不都是和好了？现在在这目送，不就是不放心他吗？是啊，我的确是不放心他。唉，不亲眼看到他们毁灭，我实在是不甘心啊。太太，这里是气象监测中心，监测到凌晨上空突发暴雨，请注意防范。终于来了吗，高彦翔？这一世，希望你还能活着走下飞机。不好，天气突变，我们遇到了雷群逆流，飞机马上失衡了。快联系姜婉，姜婉是曾经的王牌飞行员，他肯定有办法。西南1369呼叫塔台3馆，收到请回复。西南1369呼叫塔台3馆，收到请回复。喂，联系不上，怎么办？我不会死在这儿吧？董事长，西南1369信号消失了，雷达监测不到它的位置了。什么？走。西南1369，听到请回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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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没有联系上吗？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塔台3，西南136通报逆流，请求支援，进行紧急迫降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马上打开紧急联络系统，通知消防和急救原地待命。不管如何，一旦发生故障，第一时间紧急抢救，其他人员准备支援西南1369，迫降返航。是。婉婉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听音乐？快去指挥西南1369迫降返航啊！江婉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这里就全权交给你指挥，务必把所有人安全带回家。董事长，恕我不能胜任。婉婉，我们这里只有你在极端天气情况下有穿越雷暴区的经验。如果你都不行的话，还有谁可以？如果只是正常的天气情况还好说，但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场事故绝没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我怀疑西南1369进入雷暴区，不是因为天气原因，而是有人违规。什么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董事长，我们刚刚调取了西南1369这段时间的飞行记录，发现20分钟前西南1369突然急速爬升，很快突破了临界值，还有机体不稳定的状况。20分钟前，也就是说天气还没有出现变化的时候，西南1369就已经出现情况了。没错，昨天晚上我曾仔细看过气象台给的检测报告，报告上显示，虽然会有雷暴发生，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只要按照正常的航线行驶，绝对不会进入雷暴层。之所以会进入雷暴层，导致飞机失衡，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违规。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？飞机上200多号人的性命当儿戏，若是被我查到了，绝不轻饶。高彦翔，既然老天爷留了你一条命，那就让我亲手为你编织一出地狱。都怪你，非要干那档子事。飞机马上到了雷暴层，机体失衡，濒临坠毁。就算我们成功迫降，也逃不过公司的检查。我们完了！怕什么？你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机会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你不是盼着姜婉死吗？不如就拿这件事来做文章，降一降。好办法，他现在肯定知道我们要迫降的消息，他真不关心，他一定会违规接手塔台工作的。没错，等我们降落之后，咱们就一口咬定是姜婉传递的错误指令，这样还有10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可是婉婉，再怎么说飞机上的乘客是无辜的呀。江婉同志，我向你保证，等飞机安全返航，我第一时间让巡查组介入，必能找到真凶。但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引领飞机返航。姜婉，再拖下去，不但飞机上200多名乘客会因此丧命，就连高彦翔也会一并死去的呀。正因如此，根据航空局亲密人的规避条例，我不但没有指挥资格，我还必须回避。
婉婉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考虑这个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飞机上200多名乘客因此而丧命吗？江婉，人命关天，只要你愿意出手，我到时候一定会亲自向航空局解释清楚。我虽然不可以，但是不代表别人不行。谁？他。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仁花营的实习考核正式开始。1369号航班指挥权移交给2号人员仁花营。你这是在胡闹！你知不知道此次事故的危险系数有多高？我不但知道难度系数有多高，还知道您和他的关系。您之所以升仁花营下基层锻炼，肯定是打定主意以后让他接管青山航空吧？此次正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。此役如果成功了，我相信不管是基层还是董事会，绝对不会再有第2个声音。不行，事关200多号人的性命，我不放心莹莹来指挥。这是我的领悟，我相信我的判断。莹莹和我在同一所大学毕业，从业多年来，也和我一起配合过，拯救过无数起空难。她的能力我最清楚不过了，今天正是她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唯有亲历风雨，才能引领航向。爸，请你相信我。立即通知所有高层，立刻前往会议室，全权监察。高彦强、刘佳佳，我很期待当你们下来后，发现塔台上坐着的人不是我，会是什么表现？启动紧急条例128，通知所有塔台配合，通知军方打开下卫星前线，让我们一起迎接西南1369回家。江婉，你是不是也很紧张？我忘了你丈夫还在上面，想当初还是你主动把机长名额让给他的。先前是我的不对，居然想着逼迫你去做违法乱纪的事儿。这件事之后，我一定亲自道歉。董事长，您不必如此客气。不过，我确实有一件事情需要您帮忙。你说，您可不可以用卫星将黑匣子的数据提前上传到塔台，以免事后万一被人动了手脚？你是担心？陈特助，立刻照他说的去办。是。高彦翔，这辈子不会让你有一丝翻身的机会。干得漂亮！恭喜董事长，恭喜任小姐，这次奇迹简直可以载入历史了。立刻安排医护人员查看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的状况。我和董事会稍后会去亲自慰问。是。高机长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，否则我们就遭遇不测了。是啊，我差点以为自己要死在上面了。高彦翔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婉，我问你，身为空中管制人，职责是什么？敬畏生命与职责，带所有航班回家。那你为什么向我传达错误指令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害死了飞机上200多名乘客？什么？诸位乘客，你们不知道，刚才就是这个女人向我传达错误指令，差点导致机毁人亡。高彦翔，你误会了，刚才在塔台上的是……我知道你看不惯我和燕翔在一起工作，但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无数次了，即便我跟他是彼此的初恋，但那已经是过去了。无论如何，你也不能拿无数人的生命开玩笑。即便我们从小就是姐妹，但我这回真的不能再包庇你的恶行了。副机长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江婉是故意的？据我所知，江婉的家里面刚刚破产，急需一笔巨款，再加上高机长保险赔偿金额极高，有国家和公司的赔偿。如果不是高机长经验丰富，临危不乱，再加上我的默契配合，恐怕这次真就让他得逞了。什么？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
差点让我们所有人陪葬。董事长，我要投诉，这种人必须上军事法庭。高彦祥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我亲耳听到，还需要什么证据吗？难道你的声音我听不出来吗？贱人，罔顾人命，差点害死我们！青山航空是怎么招人的？你们领导呢？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他肯定是潜规则走后门进来的。像他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贱人，死不足惜。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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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住手！董事长怎么来了？万一他发现漏洞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咱们下飞机之前，不是已经把黑匣子里面的数据全部销毁了？只要我们一口咬定是他的指令，就算董事长觉得不对，也证明不了他的清白。董事长，我投诉，今天在飞行的过程中，塔台空中管制人员江晚错传指令，差点害得飞机上几百人丧命，你一定要严惩他。你就是青山集团的董事长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谁也别想离开。对，这种阴谋杀人的恶毒女人就必须马上抓起来判处死刑。你还有脸笑？你个杀人魔！确实应该赶紧抓起来判处死刑。不过不是我，而是那2个操作失误，差点害得全机坠亡的刽子手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和刘佳佳操作失误不当，差点害得全机几百名乘客坠机。什么？你血口喷人！我是副机长，我明明听到的就是你的指令有误。如果不是高机长临危不乱，力挽狂澜，不但飞机上的乘客会有危险，青山航空也会彻底名誉扫地，甚至破产。你胡说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们2个就是在这里颠倒黑白。闭嘴！谁不知道你们俩是好闺蜜？保不准今天是你们设计好的，杀夫骗保，然后再瓜分保费。董事长，我建议将这2个犯人统统拿下，给所有的乘客一个交代。哦，你们就这么肯定塔台的人给你们传了错误指令？千真万确啊，董事长，就是指令有误，让我们在空中没能及时躲开雷暴，一头扎进逆流中。是啊，当时情况太凶险了，要是没有安全带，我这把骨头都散架了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江晚传达了错误指令，你怎么确定塔台上的人一定就是他？不是他，难道会是你？谁不知道，每次高机长遇袭，都是江晚第一时间居中调停。他们可是夫妻啊！你也知道他们是夫妻，夫妻之间怎么会置对方于死地呢？当然是因为他杀夫骗保。江晚，我没想到你的心这么歹，为了钱要害死我们所有人。他怎么这样？没看出来，就是，太可怕了。高彦祥，佳佳，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，今天是江晚在塔台上给你们传了错误指令吗？当然，副机长可以作证。江晚，虽然我跟你是夫妻，但你罪大恶极，我今天不会袒护你。袒护我？你还是想想怎么袒护你自己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董事长，像江晚这种心狠手辣的，就应该从青山航空开除，并且全国通报，禁止他再就业，省得坑害别人。我看应该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，让他们终身监禁。我看终身监禁的人是你们才对吧？怎么还姐妹情深？要不你替他去坐牢好了。不对，你还没转正呢，惨了，一个实习生连替罪的资格都没有。董事长，我觉得应该满足一下他的心愿，让他们在牢里转正。这就不劳你们费心，引导你们返航，正是他的结业考核。什么？因为刚刚在塔台上给你们传达命令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他。什么？江晚，你说刚才在塔台上的人是任化莹？没错，刚刚在塔台上拯救了你们所有人性命的，就是你们口中有人生没人教的人。他不是我的跟屁虫，
他是我的伙伴，是青山航空的一员。哦，对了，另外告诉你，他还是董事长的女。大家放心，如果莹莹犯了法，我绝不会包庇。但谁要是敢诬陷她，我绝不会放过。不，董事长，你听我解释，事实面前你还想狡辩？整件事分明就是你们违规操作，导致飞机失速，到现在还想颠倒黑白来陷害我，是吗？什么？飞机出事是因为操作失误？好啊，原来差点害死我们的罪魁祸首是你们俩，歹毒心肠！嘿，高彦翔、刘佳佳，你们操作失误，害怕担责，想陷害我，我可以理解。毕竟谁让你一个是我最爱的丈夫吧？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遗产。是我最好的发小，可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，为了自己的私利，拿几百人的性命做赌注。你们难道不知道，他们背后是几百个家庭？就因为你们一时的任性、肆意妄为，就可以拿上千人的幸福做赌注？你们简直就是人渣！高彦翔、刘佳佳，你们的所作所为不但危害到了数百个乘客的性命，还给我司造成巨大的损失。这件事情我已经上报了监察局，等待你们的除了无尽的牢狱，还有还不清的赔款。调查个屁！大家一起上，打死这两个草菅人命的王八蛋！对，打死这两个畜生！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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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高彦翔、刘佳佳，上一世你们带给我的，这辈子我都会10倍100倍还给你们。等等，你说我操作失误，你们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塔台上所有人都可以证明，江晚根本没有出现在塔台上。你这是纯属诬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就算江晚不在塔台，那也只能证明传达错误指令的人不是他。你什么意思？乘客们、机组同事们，今天我本来不想说的，可我要不说，我和佳佳就没机会从这走出来了。我承认江晚不在塔台上，是我冤枉他，但是错误的指令确实是我和高机长亲耳听到的，难道会错吗？我们难道会害死自己不成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。江晚，就算你要借机给任华营走后门，讨好董事长，也不必如此绝情吧？好歹我们夫妻一场，你居然为了上位想要杀我！没有证据，你们就想误人清白。看来单单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算是轻的了。证据，我们当然有了。我想大家应该知道黑匣子吧？飞机上的所有操作，黑匣子都会记录在案。我接到的指令有没有问题，把黑匣子调出来就知道。幸好我已经让人将黑匣子里的数据删去了，只要他们拿不出证据来，我就可以说是他们滥用职权，仗势欺人。你们确定要看？没错，敢不敢把黑匣子里面的记录放出来看看？对，必须看！无论是谁差点害死我们，都必须跟我们说法。对，必须给我们个说法。怎么，董事长，你拿不出来，还是说你在滥用职权，为了栽赃我们，特意删除了？什么？我要举报你们！既然你们要看，我就拿给你们，好好看看。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对黑匣子的数据做了什么手脚，但我告诉你，里面的数据早通过卫星远程上传到了云端，从起飞到落地的一切对话和飞行数据全部在里面记录。董事长，好了，那就让大家看一看，制造事故、栽赃陷害的到底是谁。启动紧急条例1228，通知所有塔台配合。不想体验一下在飞机上的感觉吗？你不是盼着江晚死吗？不如就拿这件事儿来做文章，咱们就一口咬定是江晚传递的错误指令。妈的，老子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，他们两个居然在飞机上干那个事儿，
故意飞进雷层，就是为了推脱责任，吓唬别人。住手！不可能，这视频是假的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没错，这视频肯定是董事长提前合成的，因为他要给他女儿锁后门啊。没错，他们就是想害我，他们在以权谋私。我确实在以权谋私，但我不是为了我的女儿，而是为了将你们这对狗男女绳之于法。他承认了，乘客们、同志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这肯定是假的。刘佳佳、高燕喜，你们还真是无耻，颠倒黑白，蒙蔽大众。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们俩做不出来的？你放屁！分明是你小潘高枝故意陷害我的。各位高层，为我们做主啊，不然晴天航空就成了董事长的一言堂了。你还真是蠢的可以啊！你就不好奇为何今天高层全都在场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说过，今天是我女儿的结业考核。我作为领导亲属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为了飞机上乘客的安全，我命令所有的高管以及塔台所有的人员全程监督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蠢的可以！我来告诉你什么意思。就是你在塔台上的一举一动，所有青山的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，他们也是你违规操作、陷害毒誓最有力的人证。3天以后，青山航空召开发布会，将此次事故公布于众。到时候等待你们的不仅仅是牢狱之灾这么简单。董事长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董事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饶了我吧！他们两个坏透了，竟然拿咱们当枪使，千万不要放过他们！最恨别人利用我们的善良，打死他！走，打死他！婉婉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高一翔离婚啊？离婚？现在还早呢。你不会对他还抱有幻想吧？且不说谋杀，就一个渎职的罪名，都够他在里面待10年了。你不会恋爱脑犯了，要等他吧？你想什么呢？他现在声名狼藉，怎么会心甘情愿签下离婚协议呢？而且，离婚财产平分，若是一方出轨，则净身出户。就这么离婚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华英，帮我个忙。黑市，你要买凶杀人？华英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婉婉，这里是云城最大的地下势力所在，你想要买什么东西，在这都能买到。走。厉庭院，我要的东西呢？宝贝儿，去把东西拿过来。东西呢？拿去了。多少钱？钱？本少爷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想要的话留下来陪我玩2天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老公都出轨了，还装什么贞洁烈女啊？要我说呀，这偷拍捉奸多没意思呀！我觉得你应该也给他戴一顶绿帽子。被绿了！厉庭院，你有病吧？婉婉，我们走，不搭理这个疯子。你喜欢骑车？怎么？不如这样，我跟你比一场，如果我赢了，东西我拿走；如果我输了，我陪你过3天。婉婉，你是在找死？敢不敢？
厉少是国内出名的赛车手，这种女人简直是不自量力。你说什么呢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赛车手算什么？我家婉婉还是开飞机的呢。哎呀，有声音，肯定是厉少回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。你输了，东西呢？怎么想赖账？你这辆车不可能保持那么高的时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没有限制，不就快了？老婆，我错了，这都是刘佳佳勾引我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最关心我了。别碰我，找你的刘佳佳去。老婆，这都是我鬼迷心窍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赶快撤诉吧，这我要是坐牢了，咱们的小家该怎么办呢？我就知道他放不下我。老婆，喂我啊！滚！给你送汤已经仁至义尽，爱喝不喝。这么多枸杞，还说不想我？女人呐，就是口是心非。怎么还想旧情复燃了？怎么可能？她就是我养的一条舔狗，怎么会有我的佳佳好呢？我不过呀，就是想让她撤诉罢了。事情走到这种地步，就算他肯撤诉，任青山也不会善罢甘休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们找人伪装成航天调查局的人，联系他，并且偷偷伪造证据，把一切罪责全部安到他头上，这样我们不就清白了？你那个蠢女人的恋爱脑，只要说是为了给你减刑，他是不会有疑心的。佳佳，你真坏！讨厌，都伤成什么样子了，还想着这茬子事儿？都怪那个女人送的汤，害得我有一股子邪火。这里可是医院，你不怕被别人发现吗？既然追求刺激，那就要贯彻到底。医生，我刚刚看到404房间人好像快不行了，你们快看看呀！什么？你们在干嘛？这里是医院，不是妓院。你好，请问江婉小姐在这吗？你是谁？你找她有什么事儿？我是航天调查局的王专员，有事情需要江小姐配合。王专员，我丈夫他怎么样？他罪名重不重啊？情况不容乐观，但只要江小姐肯配合，还是能够争取减刑的。您说，只要能帮上他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小婉，你是疯了吗？高叶翔差点害死全机200多人，还想嫁祸给你，你现在要帮他争取减刑？华莹，我和高彦翔这么多年感情，
他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你不要再劝我了，我心意已决。这女人真是蠢得可以，竟然一点都不怀疑。她爱我爱得死心塌地，为我顶罪，也是她心甘情愿。可惜了，明天她就要被她爱了一辈子的男人亲手送进地狱。青山航空事故词条全网热度居高不下，对此贵司有什么回应呢？关于此次事故，我司已经与航空调查局调查清楚，系机长高彦翔和副机长刘佳佳渎职失职、违规操作所致。既然驾驶飞机的2位机长违规操作，最后是如何成功营救的呢？是我司用人不察，险些造成重大伤亡。所幸的是，有2位优秀的空管员及时指挥施救，才避免了重大的灾难。现在有请2位上场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身边的这位江婉女士，如果没有她，我不会处理好这一次的危机事故，那么全机200多名乘客的生命安全，可能就会因为高彦翔和刘佳佳2人的阴谋而导致丧生。敬畏生命与职责，带每个航班回家，是我们空管员的信条。我们只是做到了我们该做的。放屁！终于来了。这一切都是他在自导自演，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诸位记者朋友们，我们手中有江晚全程谋划的证据，可以证明他就是真正的幕后主使。任董事长，这些就是江晚犯罪证据，足以证明我们的清白。这么说，高机长和刘副机长是被冤枉的了？不错，这件事本就是江晚这个女人自导自演的，她早就在驾驶室上动了手脚，并且恶意煽动黑匣子，你们所有人都被她给骗了。江空管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正如大家所说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导自演吗？江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你不要被他们给骗了，这一切都是他们编造的。汪汪他根本就不可能这样做，他如果这样做，牺牲全机200多人的生命，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？哼，好处当然有。我想大家还不知道吧？江晚表面上是青山航空的空管员，可背地里他早就跟别的航空公司合作了。你说什么？诸位请看，这就是江晚3年前的一封招聘书，发信人正是云天航空的少东家厉庭云。国家王牌飞行员，最高纪录保持者，多次蝉联国际赛事冠军。以你的才华，在青山集团担任空间管制员实在是太屈才了。只要你愿意来云天，我会给你最高规格的待遇。谢谢厉总，不过只要燕翔还留在青山，我愿意一直陪着他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云天集团随时欢迎你。这封信就是他谋划多年的罪证。没错，江晚就是云天集团派来的卧底，为的就是让青山集团身败名裂，并且诬陷我，从而向他们投诚。江晚，青山董事长对你不薄，你这个白眼狼！江晚小姐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高彦翔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汪汪他怎么会拒绝云天的邀请？他身为飞行专业的王牌，却为了你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小小的空管员。
就连你机长的位置都是他让给你的，他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到头来这些反倒成为了你污蔑他的借口跟理由，你还是人吗？哼，我可没有逼过他，这都是他一厢情愿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，更何况，我可没有让他为了我去害死一整个飞机上的人。青山集团空管员江婉勾结外部，蓄意造成事故，栽赃陷害我和高机长，证据确凿，请大家严惩真凶！严惩真凶！严惩真凶！亏我以为他是真的救命恩人，没想到都自导自演。嘿，上法庭去吧！婉婉，燕翔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机长的位置你就让给我吧，你以后就好好在家里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好了，江婉，虽然我们是多年的夫妻，可你这样栽赃我，这可是犯罪的。好一个多年夫妻，好一个栽赃陷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将你这副嘴脸全部撕开，让所有人看看你高彦翔的真面目。你想做什么？你们既然能拿出照片，我当然也不会毫无准备，就让公众看看到底谁才是幕后真凶。我们找人伪装成航天调查局的人联系他，并且偷偷伪造证据，把一切罪责全部按到他头上，这样我们不就清白了？把一切罪责全部按到他头上。高彦翔、刘佳佳，你们先是违规操作，致使全机几百人险些丧命，后又删除黑匣子数据，找人冒充执法专员，渎职罪、假冒执法人员罪、妨碍公共安危罪、栽赃陷害罪，数罪并罚。这些案件够你们做一辈子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是 P 的。该视频没有合成的痕迹，应该是用特制的针孔摄像头拍摄的真实影像。一定是那晚他们在饭盒上安装了针孔摄像头，这……既然真相大白，那就把这两个畜生捉起来，送往军事法庭，下半辈子在牢里忏悔吧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会做那事儿吗？啊！老婆，我错了，一切都是刘佳佳指示我的，所有的主意都是她教唆我做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知道你还爱我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以后不会再惹你了啊！这一切都是我鬼迷心窍做错了事，可我是要爱你的呀！我以后不会拦着你了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，好不好？只要我们还在一起啊！高彦翔，爱我。高彦翔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结婚前签的那份协议呀？我江婉，我高彦翔，今生今世只有高江婉彦翔一个爱人。婚内出轨者，判罚所有财产，净身出户。婉婉，你确定要走了吗？我被他牵绊太久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那你以后有什么计划吗？打算重拾自己的梦想，重返蓝天。太好了，那这个给你。这个信封是军部的文件，
这个是军部专门为全球飞行员竞赛准备的企业培训书。其实我早就想给你了，但是你那会儿恋爱脑，肯定会拒绝我，所以我到现在才给你。你可好好看看吧。你要是感兴趣，我这就叫我爹给你写推荐信。婉婉，你真的要为了那个臭小子放弃自己的梦想吗？为了他，我愿意。当年我居然傻到为了这个负心汉，狠心好几年不联系父母，真是大逆不道。喂，你就是江晚吧？想让你父母还命的话，就准备好500万来我这里赎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谁啊？你把我父母怎么了？我是谁？你爸妈欠那么多钱，你当女儿的都不知道？家里虽然生意不好，但还没到需要借外债的地步，而且就算再困难，也不会轻易向黑社会借钱。你确定是我爸妈借钱？怎么，高富海、乌鬼方不是你岳父岳母，你不管他们叫爸妈呀？难不成你还想抵赖？原来是他们，他们欠的债让他们自己还，我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。江晚，这怎么回事？高彦祥他爸妈估计又是赌博输钱，债主催债催到我头上来。他们怎么这么不要脸，居然还问你要钱！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他们把这些年欠你的钱都给你还回来。算了吧，我已经离婚了，过往种种譬如昨日死。从今以后，我只想和他们断绝联系，再无瓜葛。走吧，今天晚上去我家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走。老婆子，你说那个女人会给咱们出钱吗？她要不出钱，咱们不就完蛋了吗？你慌什么呀？这准付就是咱提款机，一到时间他都会准时把钱打过来，这么些年不也没落下过。既然她嫁到咱们高家，就应该给咱当牛做马。是啊，咱儿子那么优秀，要不是当年看他有点钱，就凭他还要进咱们家门。哎呦，八哥呀，我儿媳妇是不是把钱打过来了？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走，走，哎，走，走你妈个逼！给我打！八哥！哎呀！今天还不还钱？你们这俩老骨头，谁也别想走！八哥，你别着急，我还有我儿子呢，我儿子可是机长，这点钱马上就能还，你再让我打个电话啊！你他妈刚才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打了半天电话，不是没人接就是没人骂，耍老子玩呢啊！他一定是现在在飞机上，不方便接电话，你就再通融通融。华哥，华哥，通融，通融你妈呀！你儿子都进监狱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贱人干，肯定是他为了分家产搞的鬼。难怪他刚才在电话里是那个态度，早就憋着要分家呢。我管他娘的什么态度！今天你们要不把钱拿出来，就把一只手给我留下。八哥，我有办法还钱。那个女人已经私吞了不少的家产，你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到城里找她要钱，一定能让她痛快的把钱给我吐出来。八哥，那个女人爱我儿子爱得要死，只要我们亲自上门，她一定不会不给的。到时候给你把钱翻倍的要回来。算你识相，不过3天后见不到钱，我要了你们的命。是，八哥，走。都怪你，整天爱打麻将。
把咱家钱都败光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要不是你非要赌球，咱家能欠那么多钱？都怪那个女人，这个月没有按时间给咱打钱过来，要不然怎么能借到她头上去？就是，当年就不该让燕翔娶了她。咱们家燕翔这么优秀，他哪配得上？哎呀，别说那些废话，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把钱要回来。这还不简单？她这种小娘们，怕的不就是别人说闲话吗？咱们就直接上门找她要钱，她要是不给，咱们就闹去街坊，闹到街道办，闹上法庭。反正咱们一把老骨头，丢得起这个脸，她可丢不起。你说的对。再怎么说，咱们也是她的婆家，于情于理，只要他俩还没离，她就不能不管咱。咱们给她弄把大的，让她也知道不孝敬咱们俩的后果。飞行竞赛的企划名额，我要一个。胡闹！你平时喜欢飙车我不管你，但这次是军部的任务，条件严苛，训练艰苦，不是供你来享乐的。我是来通知你的，不是来询问你意见的。多管闲事。八头呢？我不让他给我搞架飞机吗？少爷，八哥好像去收租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告诉八头，要是讨不回来，就跟他们一起消失吧。是。我厉庭渊的钱，不是谁都可以赖的。真是无药可救，自讨苦吃。你消消气，二少爷或许也就是心血来潮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希望如此吧。对了，培训企划的教官人选你定了吗？还没有，军部的要求太高，根本没有人能够胜任。厉总，青山集团董事长给您发了封推荐信，但是个女人。任青山他老糊涂了。本次企划是为了之后的全球竞赛准备。训练强度和事故风险，连一般的军人都承受不了，更何况是一个女人。那我现在就回绝。青山集团董事长的面子还是要给，该走的流程要走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江晚。是他。厉总，他怎么了？这首都军校首席毕业生，前军部王牌飞行员，国家飞行勋章获得者。飞行纪录保持者，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？这些荣誉放在他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只要你愿意来云天，我会给你最高规格的待遇。谢谢厉总，不过只要燕翔还留在青山，我愿意一直陪着他。快，一定要把他签下来！我立刻派人去联系。不，我亲自去。站住！你这个毒妇，把我儿子害进监狱，你倒有心思庆祝！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我们是他男人的爹妈，今天就是来找他理论的。我已经说过，我和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高彦翔的事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哼，我呸！我儿子品学兼优，怎么可能犯法？肯定是你图他的钱，故意陷害他。这话你们去跟警察说，要是再纠缠我，我就报警。天哪，大家都来看呀！这儿媳为了家产，不但狠心把男人送进了监狱，现在还要打我们老两口。怎么会竟然有这种人？哎呦，苍天呐，你开开眼呐！天，怎么是这样的？大家伙来评评理呀！这懒妇平日里就好吃懒做，全靠我儿子养着。现在好了，一手把我儿子送进了监狱，还私吞了所有的家产，一分都不吐，让我们老两口怎么活呀？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？这老人家太可怜了。就是必须保护她，正义必胜。我好吃懒做，那这些年的赡养费都是谁给你们的？当然是我儿子给的了。你儿子给你们的，他的钱都用来养小三了，哪有多余的钱给你？这些年所有赡养费都是我省吃俭用给你们的，包括你们房子的装修费，还有各种保险费，都是我给你们。你骗鬼呢！我儿子可是机长，你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一无是处，你哪来的钱？我看啊，就是你偷我儿子的钱，把钱赶紧给我吐出来，要不然你们今天别想走。对，
不看看你儿子自己是什么德行？明明是他一直在吸江晚的血。放屁！我儿子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多少公司抢着要呢。哪像你这个贱人，读没读过大学都不知道。我看他现在这份工作都是托我儿子的关系才进去的。就是，你一个没有学历、没有文凭、一无是处的女人，我儿子能看上你，那都是施舍。我看你就是嫉妒他，所以才想着把他害死，好夺取家产。老子最恨这种女人了，自己没本事，只知道花老公的钱。曝光他，必须曝光他！曝光他！还敢顶嘴？到时候我让你乖乖的把所有的钱都给我吐出来！谁说他一无是处？谁说他一无是处？今晚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专程来找你。哎，你谁呀？敢管我们老高家的闲事儿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这位是我们云天集团董事长厉总。云天集团是那个和军部有合作的超级集团吗？这样的大人物来我们这里做什么？江晚是我们云天集团的贵人，你们谁敢打他的主，就是和整个云天集团为敌。老板，你肯定是找错人了吧？他连大学都没毕业呢。我儿子那可是机长，你们呀应该要找的是我儿子才对吧？你儿子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他的确是没有毕业，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毕业就破格保送进了国家飞行队，成为了最年轻的王牌飞行员，获得了飞行员最高奖项金盔奖。这样，你儿子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既然他这么厉害，那怎么没见他还当个机长呢？偏要窝在这儿当个小小的公务员。就是什么金盔银盔的，老子从来没听说过。你少在那儿糊弄人了。那好，既然你不认得这些奖项，那军部的徽章你们总认得吧？这个印章我认得，是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大夏军部的印章。能让军部亲自盖章的文书，那可是博士级别的待遇啊！这可是军部为了3月后的国际飞行竞赛准备的聘用文书，每个国家只此一份，此等殊荣堪称无量。江晚同志，我代表军部特聘你为国家飞行队总教练，向国事待人，为国争光，你可愿意？天哪，国家队总教练，那岂不是说他现在是国士？和国士相比，那个民航航空的机长简直是上不了台面呀！你们说他位卑权倾，现在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到底是谁高攀了谁？哼，军部的大人物日理万机，怎么可能因为这个臭娘们专门来跑一趟？我看呀，就是这对奸夫与淫妇做的戏法。说的对，我们刚刚到这儿，他后脚就跟来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我看就是他们俩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对，我就说嘛，当初这婆娘是死心塌地的，要跟着咱们儿子嫁进门，怎么突然间就转了性子？闹了半天是这外面有人了。我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好的不学，学别人挖墙角。我警告你，这是对我严重的诽谤，信不信我把你们都送进监狱？哎呦，大伙看一看呀，臭婆娘才攀上高枝儿，就把我儿子送进监狱，现在竟然连我们老两口也不放过。你算了，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江晚生是我们高家的儿媳，死那也是我们高家的鬼。就算你攀上了高枝儿，那也得孝敬我们。就是你也不差那点钱，今天你只要拿出500，你只要拿出1000万的保释金和赡养费，这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。我还没有追究你们这些年从我身上拿走的钱，你们倒追究起我来了。这儿媳孝敬公婆那是天经地义，你要是敢不给，我就告到这道办去，告你勾结奸夫、陷害亲夫，还虐待老人。告，赶紧去告，现在就去告！我都说了，我和你们再无瓜葛。任命书给我吧。哼，你干什么？这钱既然到不了我手里，你们也别想来好日子过。
疯了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这是军部签署的文书，都具有法律效力。你知道损坏军部文件有什么后果吗？反正这个合同是给他的，她是我儿媳妇，有什么后果呢？你们就去找她。你也太不要脸了！小王，立刻打电话报警，就说有人妨碍军部任务，损坏军部文件，直接打给军部。哼，报警？你当我高福海这么多年是特大的吗？希望一会儿军部来的时候，你也能笑得出来。就算是真的来了，又能怎样？只要他和我儿子一天没有离婚，他的户口还在我们高家挂着。哼，我们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他都担着。要是不想他赔个精光，就赶紧掏钱。那我要是不掏呢？不掏，哼！给不给？还不够，再多砸点。哼，还嘴硬吗？给不给？就这没劲，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给我等着！混账！厉总的车可是全球限量，要是破了一点皮，你们倾家荡产都赔不起。还嘴硬吗？住手！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呀！就是你们敢毁坏军部文件的？她是我儿媳妇，我没钱陪你，要找你找她去。找他！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谁说我还是你的儿媳妇了？什么？你们离婚了？你们的好儿子因涉嫌谋杀已经被捕入狱，而法院已经同意了婉婉的离婚诉讼请求。亏你们还一口一个儿子儿媳妇的叫着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心啊？不可能！那离婚的钱呢？就你们还想要钱？高彦翔婚内出轨，按照律法被判净身出户，你们高一分钱不付。说到钱，我这辆车可是全球限定，平时刮蹭一下就是几百万。你今天造成了这么大的损毁面积，赔款至少1000万。你好狠的心！我狠，要不是你们咄咄逼人，非要把我逼到绝路，你们会是这样的下场吗？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们涉嫌毁坏军部文件、妨碍军部任务、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罪，现在跟我们走一趟。干什么？我可是老人，信不信我告你们虐待老人的？老人妨碍军部，你就是超人也没用，给我带走！活该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就这连累你了，你的车还有文书，只要能帮上你就好了，一辆车而已，不算什么。至于文书，回头再向军部申请，只要你能来云天，这一切都值得。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还年轻，我不想下半辈子都在牢里过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咱们又没有真的杀人，到时候咱们多赔点钱，不就保释出去了吗？你都净身出户，哪来的钱保释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结婚之前，我让江婉每个月给我爸妈打钱，这么多年，他们肯定攒了不少钱。我给我爸妈打个电话，咱不就出去了吗？我就知道，亲爱的，你肯定有办法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要给我家人打电话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背后，这去。这下你们一家团聚了。
我原本以为你小子是靠后门进来的，没想到有点实力啊！才刚来几天就能跟上我们的训练强度。我只是不想被人看扁。江湾以前是干什么的？他以前是开战斗机的呀。战斗机？嗨，不管怎么说，能在队里坚持到现在的，都是个顶个的厉害。就是不知道今天新来的教官该有多彪悍，才能当俺们的领队。立正，稍息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你们的新教官江婉，以后由他全权命令。厉大少爷是看大家训练太艰苦，特意找了个女团来给大伙儿跳舞解闷儿的。找死！说话之前要举手，你们的纪律都学到狗肚子里了。你们都是通过军部选拔出来的，应该知道，这个训练场上只能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教官的。说，俺不服气，俺们都是个顶个的汉子，你一个娘们儿也配当我们的教官？你们都是这样想的？是。大伙儿想想看啊，我作为厉大少爷的亲弟弟，还是要和大伙儿一起考核训练才对。江教官一个弱女子，想必也是经过了厉大少爷的特殊考核，才能做我们的教官的吧？叶庭元，平时胡闹我可以不管，但是我警告你，别打江婉的主意。我不过是夸了江教官一句，厉大少爷就这么大反应？难不成你跟江教官真有一腿？厉庭云，江教官是军部特聘的总教官，我劝你们对他尊敬一点。尊敬是靠自己赢来的，而不是嘴上说说。有种的话，就来一场空中自由模拟战；没种的话，就赶紧滚回去，别在这里耍官威。就是，一个娘们当俺们的教官，俺不服气。单挑就算了，你们一起上，你们一起上吧。江婉，自由空战是另外的课程，你只需要带着他们日常训练，传授理论知识就好。想当这群崽子的教官，不用实力说话是不行的。可你毕竟这么久没有实战过了。放心吧，天空就是我的老朋友，分别再久也不会变得陌生。况且只是模拟战罢了。一个人打我们所有人，江教官未免太看不起我们了。就是，自由空战比的就是单兵作战能力，一个菜鸟和一群菜鸟，对我来说没有区别。那希望你到时候还能想得出来。教主，这一次绝对不会再输给你。果然上当。李大信好消失了，不可能啊！警告！警告！本机已被锁定。你在看哪儿呢？啊！哼，这娘们净会说大话，一上来就看不见人。我看她压根就没上云层。李大信号不可能凭空消失，难道是他太久没实战，操作失误，导致坠机了？你在看哪儿呢？警告！警告！本机已被锁定。庭月，庭月，本机已被锁定。警告！本机已被锁定。怎么可能？这破模拟器雷达都是坏的。
太精彩了！先是匀速抬升，引诱敌机全速跟进，在敌机准备瞄准无法减速时，突然半转体直降，利用云层隐藏雷达信号，最后再急速抬升至高空发起袭击。这简直是自由空战的教科书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又输了，还是输给同一个女人。还要比吗？蔡敏，俺服了，你是俺见过最厉害的娘们儿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归队。等等，不服。厉庭渊，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？刚才是我大意，我早该猜到是你的战术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战术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难道你想不认账？我就是不服。你敢不敢再给我比一场？你连模拟战都赢不了，还要比什么？离心机考核。模拟战只不过是纸上谈兵，想要真正的进入实战，那必须经受超过自身体重数倍的离心力考核。若连离心力考核都过不了，那就不配成为一名真正的飞行员，更别提做我的教官了。我承认，你的经验比我丰富不假，但离心力跟技术经验无关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天赋和意志。想要教导我们，就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超过我们。江晚才刚刚归队，身体素质怎么可能通过得了离心机考核？江晚，你敢不敢跟我比离心机考核？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怕死。没有限制，不就快了？够了！你还想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你比。江晚，怎么你也陪着他胡闹？庞虎，七，下一个。厉庭渊，给我上8！你疯了！你才刚刚接受飞行训练多久？7级几乎就是你们的极限，连庞虎这样的壮汉都承受不了7级。8级的压力是人体的8倍，几乎濒临死亡。你想死到上面吗？我说，给我上8！你连模拟战都赢，你还要比什么？兄弟，好样！怎么样？江晚，你放弃吧，我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挺过了8级，以你现在的体能，你根本比不过他。9级。我试试9级。你疯了！8级几乎是飞行员的极限，9级的压力等同于直面死亡。就连你巅峰的时候都挑战失败，时隔这么多年，你的体能早就大不了前，你这是在找死。飞行员就是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，若是固步自封，人类何以拥抱蓝天？立刻安排救护人员，时刻准备救援帮助。是。果然是个只会说大话的蠢女人。执念死亡，可我已经死过一次。行，快停下！我怀疑舱内人员休克，立刻准备营救。是。
怎么，你心疼了？要不是你一直挑衅，焦冷他怎么可能冲动？要是他出了事，绝对不会原谅。我去！厉庭元，现在你心服口服了吧？九级，我也可以。医生，快去抢救！快！你醒了？别动！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站起来会立马又晕倒。你是来专门取笑我的吧？我是你的教练，你是我队员，照顾你是我的职责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能轻易受伤。相反，别以为你赢了我几次，就可以随意对我发号施令，迟早会赢回来的。只会斗狠，是一辈子也赢不了我的。看起来越不要命的人，其实越怕死。只有真正死过一次的人，才知道敬畏生命，于生死之前淡然自若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回队里，你的所有训练加倍。相反，干什么呢？哎，婉婉，老实交代，哥哥和弟弟，你喜欢哪一个啊？什么哥哥什么弟弟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别装傻，我说的就是你和云天的那位冰川总裁厉庭元厉总呀。他可是上周花了大价钱包下了整个餐厅请你吃饭呢，就是要跟你表白。嗨，上次我们2人就讨论比赛的事情，讨论完了就各自回家了。华莹，你现在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啊。婉婉，你好歹也是结过婚的人了，人家对你感兴趣你还看不出来了？华莹，我们已经认识那么多年了，偶尔吃顿饭不是很正常吗？好，好，好。那厉庭渊呢？这你总该不认识了吧？我记得你们2个当初刚认识的时候，那叫一个针锋相对。现在倒好了，2人天天黏在一起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厉庭渊，你疯了吧？反应这么大的，不会是真有什么情况吧？唉，他这个人吧，就是脾气差了一些，但是本性不坏的。他能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他小时候。别回头！他一直觉得母亲的死是自己的错，恨自己为什么会怕死，不敢继续救他，甚至迁怒当初拉走他的厉庭云。所以他一直追求极限，用濒临死亡的感觉来惩罚自己。9级我也可以。所以他才这样。哎，
你别跟我岔开话题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喜欢谁呢。花莹，我是队伍的教练，那他呢又是队伍最晚入队的新人，我当然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培训他。可是，哎呀，你别可是不可是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可是自从我上次离婚之后，我对感情的事情就没什么兴趣了。我现在呢，就是想带领队伍拿到大赛的冠军。可是离大赛开始也没剩多久了，等到时候大赛结束了，你们也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了呀。轨道不同的两架飞机，或许会临时停靠在同一个机场，但最终会分道扬镳，回到各自的航线。本届飞行技能竞赛圆满结束，大夏国江晚带领的云天战队夺得本次冠军，荣获大夏功勋。江晚，你害得我家毁人亡，别想一个人独活。被告高富海、吴桂芳，鉴于你们年事已高，予以减免量刑。高彦强、刘佳佳，鉴于你们是初犯，且无人伤亡，只要缴清罚款和保释金，即可暂时保释出狱。江晚，你毁了我的一生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你俩老东西倒是机灵啊，还不上钱，知道躲到监狱里去，害得老子没法和大哥交代，差点陪你们玩完。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啊？哥，你不要杀我，你不要杀我，我还年轻，我可以做你女人。你看老子像缺女人的样子吗？我要的是钱，敢赖我大哥的账，神仙也救不了你们。大哥，大哥，我真的没钱了，就连保释的钱都是我东拼西凑进来的呀，哥。没钱了？好说，这不浑身上下都是钱吗？你能当上机长，眼睛视力应该不错。还有这2颗肾啊！不是，哥，我没钱，我真的没钱了呀。对，我前妻有，可是净身出户，所有的钱都在我前妻那儿，你们找他要，要多少他有多少啊！哥，你找他要吧。对，那个贱人现在可有钱了，你们去找他，肯定能把欠的钱翻倍要回来。哼，我去你妈的！你当老子傻啊？你爹之前就这么骗我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派几个弟兄来跟着我，我这次一定不会让他跑的，哥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吧！让我们恭喜江晚带领云天战队夺得冠军。恭喜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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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咱们合唱一个。飞翔飞翔，乘着长风飞翔，空军在烽火中成长。来，坐。兄弟，你的心思俺们都知道。天眼句话，像江教官这么好的女人，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我说过，对她没有任何想法，而且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之后不会再有任何交集。哎，俺娘说了，喜欢一个人就要早点说，不然以后老了一定会后悔啊！哎。
高燕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你闭嘴！我不是你老婆，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钱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补偿叔叔阿姨了。什么？你敢？明天上午9点，我在星落山等你，记住，要一个人来。我呸！自己拿不出来钱就知道找婆娘，老子最他妈讨厌就是你这种畜生！给我打！走！我不甘心，我们沦落到这种地步，他却活得这么滋润，我不甘心。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他现在是军部的特聘教官，还仗着云天航空的奸夫撑腰，就凭现在的我们，能拿他有什么办法？动不了他，还动不了他父母，你就用他父母威胁他，到时候。好办法，只要他死了，没有了原告，没有了证人，二审自然会清白，到时候肯定会翻供的。这样，判我的那些钱也有可能要回来。我们拿这笔钱出国，我们远走高飞。江湾无论如何都得死。婉婉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高燕翔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这是当初我向你求婚的地方。婉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江晚，你要是不识相，我就叫你有来无回。婉婉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就知道你还爱我。高燕翔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蠢到会因为一束花感动的女孩，也不会认为你用我父母威胁我，单纯只是想挽回我。婉婉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真心的呀。你别再痴心妄想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让警方保护我父母，你若是再敢打他们的主意，你只会死得更惨。婉婉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刹车已经彻底坏了。他要是不死，我这个副机长岂不白等？江晚，我给过你机会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没有限制，不就快了？还要比吗？菜鸟们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能轻易入座。庭渊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你是被下了什么迷魂汤了吗？我喜欢的是厉庭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俺娘说了，喜欢一个人就要早点说出口，不然以后老了一定会后悔。操！厉庭渊，你他娘就是一个怂蛋！老大，那个欠债的时候找他前妻要钱，还说不给就打死他，我看不过去，就把他们打了一顿。喂，拿这种事来烦我！哎，让你滚，你听不明白吗？老大，那个人说的前妻好像就是这个女的，你俩不会认识吧？什么？哦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怕那小子跑了，特意给他装了追踪器。在星落山，告诉地主，立刻前往星落山，放我为之疯子，扒了你的皮。是。今晚，等我。高彦翔，
可惜了，如果他可以回心转意，也不至于如此。怎么心疼了？心疼？我只是心疼少了棵摇钱树。男人，如果他没死，车都毁在你眼前了，你还怕什么？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你活不下去。就算重复历史，我也是会死在你们两个手上。我不甘心。小海，快跳过来！厉天元，你疯了吗？这个速度你会死的！有杀伤就没有限制，是你告诉我的吗？已经失去过一次，我再失去第二次，杨文也要带你走，从他的手里抢过来。抓紧了！他连离心机、9级都搞过去了，老子连这点惯性都赢不了吗？厉天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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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厉天元？你不要吓我了，厉天元，你不能死，你千万不能死！我觉得你应该也给他戴一顶绿帽子。9级，我也可以。他能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他小时候。只失去过一次，我会再失去第二次。就算阎王也要带你走，他把你从他的手里抢过来。厉天元，厉天元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傻子！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我不怕死，可你为什么要为了我做成这样？你要是死了，我怎么向你哥交代？让他滚！厉天元，你坚持住，不要摔过去，我现在就叫救护车。不要，不要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不要再说话了，保持体力。救护车很快就到。你不是最讨厌我了吗？为什么现在这么关心我？我什么时候讨厌你了？那你为什么总要和我针锋相对？我是为了教好你。江晚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哥？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空说这些？别说话了。不，这很重要，这比我命还重要。我跟他只是发小，没有任何感情。江晚，如果我能活下去，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只要你能活下去，说什么我都愿意。老公。老大，兄弟们把整座山都封锁了，你没事吧？第二次了。我没来过，我没来过。啊，你刚才可答应我了啊，不许搬我。厉天元，你说我们这么做不会被发现吧？放心，这片路段根本没有摄像镜头，就连行车记录仪也被我拆了。怎么看都是一场意外车祸。要是留下马脚，我这个副机长岂不白当了？死了也好，
这样后天的中时，我们就可以去翻供了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趁警察还没出现，咱们赶紧离开现场。我让你们走啊！江晚，这不可能！江晚，你没死？怎么，看到我很失望吧？啊，怎么会呢？见到你，我当然很开心了。哼，是吗？刚才不还在说怎么对我车上动了手脚，怎么让我死个天衣无缝？怎么，全都忘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没错，我们就是随便说说，也没有什么证据，就是诬陷。还想举辩？阿头，阿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嘿嘿，跟踪我！之前被你老子骗了一次，我肯定要留个心眼。这定位器不止可以定位，还可以录音。放心吧，刹车已经彻底坏了。他要是不死，我这个副机长岂不白当了？江晚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可这是你自找的。你好，就是我们做的怎么样？这顶多是杀人未遂。等我们从牢里出来，我们照样好好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不是要带我们去警局吗？对呀，但是在去的路上会发生什么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啊！下手轻一点，别真把人搞死了。牢里头还有更多手段等着招待你呢。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打我好不好？求求你，江晚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走。江晚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别打我！给我打！打！往死里打！